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的北京10年，一个女演员的安静定居与慢生活哲学。2025年春天，一则报道悄然登上热搜榜单，谭松韵依然住在北京的普通小区，没有豪宅名车，却认真生活，为未来储蓄。这条看似平淡的新闻，却在浮躁的娱乐圈引发了意外的共鸣。在这个流量演员扎堆买豪宅、频繁换城市的时代，谭松韵的定居北京显得格外特别。她没有炫耀式的生活方式，也没有豪门标签加身，反而用一种朴实、务实的生活态度，诠释了另一种属于演员的稳重与自我认同。谭松韵出生在四川泸州，一个风景秀丽但节奏缓慢的南方小城。她从小性格温柔却坚定，对表演有着近乎天生的敏感。2005年，她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，那一年，她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。那时的北京还没有如今的高楼林立，但对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来说，这里就是星光的起点。据他早年的采访透露，刚入学时，他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或背景支持，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间老式居民楼里。那段时间，他一边学习台词与镜头表演，一边在各类学生短片和广告中客串，用最简单的方式打磨演技。那时候我觉得，北京虽然冷，但空气里有一种让人想努力的味道。他曾这样描述：从学生到演员，谭松韵并没有天降主角的幸运。他出道初期跑了无数龙套，《甄嬛传》里那个温婉的纯贵人，是他第一次被观众真正记住的角色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他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便不再只是求学之的，而是扎根之所。2025年4月的媒体报道中，明确指出谭松韵依然住在北京的普通小区，并配以生活细节。她会亲自去超市买菜，偶尔与邻居打招呼，没有保镖随行，也没有被豪车接送。相比起许多明星扎堆的高档别墅区，谭松韵的生活显得反常，没有刻意低调，却自然得体。有娱乐记者曾跟拍过她的日常，画面中她身穿简单卫衣，头戴鸭舌帽，在小区花园中遛狗或打电话。邻居们形容她非常随和，不像明星，甚至有孩子在楼下遇到她后兴奋地喊纯贵人，她也只是笑着回应：是我呀，不过我现在演别的角色啦。双引号。这种接地气的生活方式与她的性格一脉相承。她从不追求浮夸的社交场，也不热衷于频繁出入派对圈。她更喜欢在拍戏间隙回到熟悉的小区，做饭、看书、健身，用最简单的生活节奏找回自己。在某次综艺中，她谈到为什么不搬去更体面的豪宅，我不想生活被形式化，家是让我放松的地方，不是用来展示的。这句话也成为无数网友点赞的金句。在喧嚣的娱乐圈里，她似乎在默默守护着一种稀缺的平静。选择定居北京，不仅是生活上的舒适，更是职业上的自然延伸。谭松韵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，事业起点、工作团队、合作资源几乎都集中在北京。影视剧的试镜、制作会议、广告代言洽谈等大多集中在首都，这让他的长期居住更具合理性。他的多部代表作品，如以家人之名请叫我总监、我们的日子归路等，制作团队多在北京设立主创中心。他常常在工作间隙回家，不需要长时间租房或异地漂泊。对我来说，北京不仅是工作的地方，更是情感上的归属感所在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，与此同时，他名下确实注册了一家位于上海的个人工作室，用于处理品牌合作与商务活动，但这一举措属于商业结构安排，并不涉及实际居住地变更。
业内人士指出，艺人将工作室注册在税务或商业政策更灵活的地区是常见做法。换句话说，谭松韵的生活根仍然在北京，上海只是工作的影子。如果你观察谭松韵这些年的采访、社交平台动态，会发现她始终保持着一种慢下来的态度。她喜欢拍完戏后自己去散步，不去夜店，也不热衷时尚派对。她会在微博上晒猫、晒日出、晒花草，而不是晒珠宝或名车。这种松弛感并非装出来的清高，而是一种长期稳定生活状态带来的安全感。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心理定居，当一个人能在熟悉的环境中建立稳定的作息与社交，他的幸福感和创造力往往更高。谭松韵显然是这种类型的代表。北京的生活节奏虽快，但他用自己的方式调和。他在采访中提过一句颇受好评的话：生活不一定要快，有时候慢一点，反而更能感受到幸福的细节。这句话或许解释了他为什么能在多年娱乐圈起伏中保持温度与清醒。尽管长期定居北京，谭松韵从未切断与家乡的情感纽带。2025年清明节，她被拍到回到四川泸州老家祭扫母亲，那段画面让很多粉丝感动。她穿着素衣，神情平静，却能看出深藏的思念。母亲的意外离世曾是她生命中最深的伤痛，她一度因为悲痛淡出公众视野。但正因为那段经历，她更珍惜活在当下的意义。回泸州对她来说，不是逃离，而是一种周期性的情感回归。她会回去看望亲戚，吃家乡菜，然后又重新回到北京，投入新的拍摄。在媒体看来，这种短暂回乡、长期北京的生活轨迹，正体现了他的情感平衡，既不忘根，也不止步。当同龄演员纷纷在北京、上海购置上千万豪宅，谭松韵依旧选择普通住宅区，这背后其实是一种经济理智与人生哲学。据报道，他虽然多年来作品不断，收入稳定，但从未在公开场合炫富。他的消费观念极为克制，不冲动投资，也不盲目扩张商业版图。他在采访中笑言：“我更喜欢把钱花在有用的地方，比如学习新东西，帮家人改善生活。”这种理财与生活态度，也让他在娱乐行业波动时保持了极强的安全边界。不少业内人士称她为自带安全感的女演员，不依赖资本，也不被奢侈所定义。回望过去10余年，从一个背着行李的川妹子，到如今在北京拥有属于自己的家，谭松韵的定居不仅是地理上的选择，更是身份的蜕变。她已从那个北漂演员，成长为一位在这座城市拥有完整生活圈的居民。她在北京的小区里认识了朋友，会在固定咖啡馆写剧本笔记，也会在片场外的日常里成为真正的自己。他说过一句极具代表性的话：“我喜欢北京的冬天，冷但有味道，那种冷让人清醒。”这种清醒其实也是他在职业道路上的关键词。他没有被浮名裹挟，也没有被短期热度牵着走，而是用持续努力与真诚角色，一步步走到今天。谭松韵的故事也许不像某些娱乐新闻那样充满爆点，但她的定居北京背后藏着一种更深层的信号。在喧闹时代里，依然有人选择用平凡的方式生活，用安静的心态创作。她不急于求成，不热衷争位，却凭借真诚和扎实演技，让观众记住一个又一个角色。而这一切的根基，都来自那间位于北京普通小区的小家，那个他亲手布置的安静角落。在那个角落里，他煮粥、读剧本、陪猫晒太阳，也在默默积蓄着继续出发的能量。也许这才是一个演员真正的豪宅，不是金碧辉煌的别墅，而是内心有光、生活有根的地方。